来吧，朋友们，来吧，这个游戏是人生曲线图。这是一个坐标，是从0岁到70岁，我们在上面画出自己的人生曲线，然后写出关键词。你要在其中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理想的人生画面，在那画一个五角星。啊，懂了。等一下，我们大家画完之后把它打乱，然后每个人会拿一张，你就读一下这张，然后你要猜出这是谁的人生曲线。解读一下他的人生曲线。对，如果回答错了的人要罚一首歌，好，唱歌。 OK， 现在就开始写了。来吧。幸福值。哇，这个好真实啊！突然不知道咋弄了。还是写自己的。对，有点不太好下手。这个解释可以写的很复杂，是吧？你可以写的很复杂，你也可以写的很含糊。我这个好容易猜到我这些经历，知道吗？不是，那你就不要写那种就是太明确的东西。太明确的事件，你就写那种小事儿，就是比如说跟家里的或者是跟朋友的那种。没关系，猜到呗。对呀，你稍微给大家降点难度嘛。我直接来个成团上大学。不是，那你把它写成换新环境嘛， OK， 对吧？好了，你关键词也写了啊，你好棒。这没什么可犹豫的。吓我一跳！全场都震了一下。我的刀呢？有点太吓人了。我以为进贼了我。太吓人了你。不是，其实我今天还在怀疑，就是我说为什么高瀚宇今天来这么正常？到点儿了。现在开始不正常了。对，不是，你想一想，就是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就是专门听你声音的那个人坐在里边。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我录就是《滚烫人生》的时候，我的 PPT 说他的耳麦包坏了2个，因为都是一下子被吓到直接摔出去。我刚刚非常专注，主要是都在思考，都在幻想。雪晴，你刚刚那下什么感觉？我挂脸了已经。吓我一跳！啊！已经挂脸了，实在你是不行。真被吓到？我真被吓到了。我吓到塞耳朵。就是那种生理性的。嗯，我刚才心脏好不舒服。我换个板，我打一个那个，刚刚是我一个低谷。因为我刚画完，我其实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吧，他就嗷一嗓子，我想把这种确实有点想往下那个。我自罚一杯。算了，就这样吧。写好了。好了，来给我，来吧。 OK。来抽。我的天！嚯！哎呀，这是谁写的作文啊？哇塞，这个好工整啊！我这谁呀？我这个我都知道是谁了。我这个也秒猜。我这个秒猜表。好，我先来啊。好，我来一句话形容一下啊，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
而且呢内核很稳定。更重要的是，他脑海当中没有什么不幸福的事情。他唯一的低点是在他4、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爸妈老吵架。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就是，他通常有时候父母吵架，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心情啊，或者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回忆。但是从那之后，他就一路高飞。他最开心的事情，目前来说，人生的最高点就是坐飞机。喜欢坐飞机，然后22岁毕业就就业了，然后接下来呢，到了差不多24、25岁的时候，有一个低点，这个可能也不是低点，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花了一些积蓄，所以呢，买房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辛苦。已经很猛了。他在34、35岁的时候，他会养了宠物，啊，然后也开心。可是到了40多岁的时候，因为疯狂旅行啊，又导致财力下降。这是他对未来的预想，是吧？肯定是未来了。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桌上的人除了我，过了40都没过40，所以呢，从这个40岁开始都是他的想象。他开始疯狂的旅行，开始有生活的规律，然后开始顺其自然，然后这样平平淡淡稳稳的幸福一生。这是这个人给自己画的人生曲线。谁？我知道是谁。就是因为这些故事有很多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是从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相对来说他没有那么敏感，然后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乐天的，乐天粗线条，所以我会缩圈到2个人身上，在这边方向的2个人。我觉得我这个人生的这个曲线图是我们家泽林的，我猜的是吴泽林。说的。耶，还真是泽林的。坐飞机好爽，是不是？好爽。这是你现在回想起来最开心的，对吗？对，当时是因为大2就业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坐飞机，好开心，给所有朋友发，全程到处在看，但是又不敢，就是看得太明显，又不想显得自己是第一次坐飞机，但是就好激动，就全程是那种肾上腺就是在提升的那种感觉。那你为什么你的理想画面是在这个时间点呢？这个是哪个理想？转行的时候啊，因为那会儿毕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继续做设计，啊，因为我也在设计公司实习过，就在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热爱美术或者画画或者设计这个行业啊哈。然后后来还是选择了当时从事自媒体行业，然后就跟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想去外面闯1年，然后当时我妈开始不同意。然后我爸，我没记错的话是坚决不同意。在那之后呢，我就想，我说确实是不是在我毕业之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让父母更安心。然后后来又过了3天左右，我就自己还是想做这个决定，就是我想出去闯1年。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在毕业后不是我最喜欢的。所以你的画面就是当时跟家里人打电话的。对，就是站在，因为当时还在就是大学的课间，我专业课，哎呀，然后我天哪，太有画面了啊！然后我就到我们教学楼的楼下，就是后边的一个草坪上，我还叫我哥们儿跟我一块儿。当时我拿不定主意，我就问我哥们儿，他觉得咋样？我哥们儿他是支持，他跟我的性格差不多的那种，他没有说太大道理的话，他就说，就感觉现在才大2，怕啥啊？然后我就让他跟我一块儿，我俩就站在旁边，我就跟我妈打电话，就是我说，我真的想做这个决定，这可能也是我目前人生当中第一次做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这样，我想尝试一下。然后当时我妈就签了字，签完字之后我就挺感动的，然后就买了自己的人生的第1张机票。哇！
所以这些是连着的。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构建就是人生画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人是构建的是理想的来着？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到现在想不明白，你们梦到过这个画面吗？没有，没有。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今天有了这个题，我才会那么去想。我没有这个题之前，我梦到过好几次，所以我才把它当做我的人生画面。啊，就是我现在能想起来，我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我哥们儿穿的什么衣服，就太深刻了，所以这才是我的人生画面。哦，我没有，我会梦见就熟悉的人，但是一定是做别的事情，我很少会梦见做过的事情，就在梦里再来一遍，我很少哎。啊，我也是。我们一般都是梦见高考那个不会做题。哦，我梦见过高考题。我梦见高考正在考数学，一觉醒来，爽到爆！我说哇，原来是个梦。对对。但我小时候最经常梦见的就是那个蛇咬我屁股。应该会有点痛吧，还因为它真的会有点痛的。对，就会这样。好了，我成功了。来，下一位。我这个10岁之前成绩很差，然后到12、13岁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然后被很多人喜欢。哦，他的人生画面也在这个时间段。然后离家读大学，离家对他来说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对，然后在他20出头的时候，最低谷，很孤独，一个人在外地。开始有了工作之后，情绪就又开始慢慢的恢复了。快30岁之前，然后开始赚钱，给家人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概括一些美好的期盼，那我也大概猜到是谁了。真的？你猜的是？他猜是二鹏啊。我是觉得，因为他是在接近30岁的这个节点之后，就全部都是没有点了，所以我觉得他后面只是一些美好的展望，所以就还没有开始。目前在场接近快30的人就是二鹏29，对吗？不是我，不是我。把鱿鱼给拿过来。我猜是雪晴姐的。这怎么可能是雪琴的呢？为啥不是我的？这是你的呀。这里最接近30岁的人，除了他就是我了呀。这肯定是李雪琴的呀。哦，对哦，坐在你身边，你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是你的人生画面。那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是我觉得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小孩儿。然后我跟我所有的发小都从小学一起到了一个初中，我们都在一个班级，然后我们都住在一个小区，然后我所有最好的朋友都在我身边，然后老师也喜欢我，全校所有人都喜欢，因为我成绩最好。天哪，太羡慕了。然后我的人生画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在我们小区就隔壁，一墙之隔。我跟我最好的朋友们晚上放学之后，我们在操场上玩儿。然后我同学的妈妈就在家里面的阳台上喊我们回家吃饭，她只要喊我们就能听见，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家吃饭。这个是我至今为止到人生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好的时光，最理想的人生画面。哇！亲亲儿，回家吃饭喽！然后你20出头的时候是多孤独，孤独到你人生我在国外最低点读书。哦。我在纽约非常非常孤独，所以我选择了回国。天天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真的是。但是很负能量，但是因为一个人在外面念书的时候是会这样。待了多久？就1年，所以我就回来了。很崩溃。
但我都把那个决定给忘了，就是写在那个人生节点上。可以，到你了。行。我这个他小的时候在家里上学，然后见不到爸妈，因为爸妈出去外面工作了，所以他心情很不好，然后幸福值比较低。他大概是6、7岁的时候出了一些意外，这个让他幸福值是0，就是感觉他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情。然后10几岁的时候开始有一个节点，是上了免费的兴趣班，多了很多的好朋友，然后一路人生就开始往上走。又和网上的很多朋友见面了，到个20左右的时候，有一个人生画面，他成功了，但是他又往下走了，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又拍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然后又开始，人生的幸福值回升，然后在他20多岁的时候，结束了4年的生活，结束了4年的厚脸皮生活。我感觉我已经猜到是谁了。然后到了30岁之前有一个10年的节点，从这个10年之后都是他的想象了。30多岁享受平静生活，然后可能又不知道干啥了，回陷到人生低谷。到40岁的时候画了好多不知道啥的画，然后准备登上太空。他52岁的时候在太空举办了盛大的，都不知道是啥，都没想好，可能不能写，对，因为写太明白了，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在太空哇，60多岁吃胖了，成为他人生最低点。然后又开始锻炼了，然后又开始锻炼了，然后又好了，绝了。你猜的是这个谁？我猜是小丁儿，非常简单。他10岁出头的时候上了免费的兴趣班。你怎么知道？怎么样？太厉害了！我还写得很模棱两可。为什么是脸皮厚啊？因为脸皮厚我是延续到后面的时间，因为我们一直叫时代少年团，我一直是个少年，我就觉得脸皮厚。因为大家见面都是哎，你是时代少年团的DJ是吧？我60岁了，他还这样叫我。没有想到你60多岁最伤心的事儿是吃胖了，甚至是超过了人生一切伤心的事。不是，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工作可能对碳水就是有一点60多岁了，颐养天年了，还要管理，继续管理。60多岁还得被叫少年的，确实不能胖。哎，朋友们，到了那是70岁开始锻炼了，快乐生活，70岁开始，70岁才开始锻炼，他60岁吃胖了，那70岁不得锻炼了？为了保持少年感，很有逻辑。那你为什么会在后面画了好多不知道啥的画呀？不是我喜欢画画，但是我觉得我后面可能回农村陪我爸妈，我不知道干啥，我就可能自己画点小画呀什么的。真好，很好。对，然后又在太空上举办了一个盛大，他不敢写太明白，因为他有可能在太空上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画展，对，都也有可能呀，对吧？你的理想画面是在我的理想画面我标了，是见网友，见网友，就是我们第1场演唱会啊，见网友，对，网上的朋友、粉丝们，但是说实话是没有见到的。明白？对，当时是因为，对，因为当时特定的原因，对，特殊的原因，我们开了一个演唱会，我们在，但是粉丝们都在线上，那也是见面，也是见面，一个声音跨越屏幕的见面吧，对，好精彩。我都没想到，厉害吧？厉害啊！好猜，不好猜吧？我觉得好猜。到了20岁以后，全是憧憬的东西。好，泽林说你的。好具体。这位朋友是在10岁之前上学，然后出国了。 10岁之前就出国了。对。
然后在10岁到20岁之间呢，他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了。然后在20岁左右出道，拍了个电影。但是他在25岁左右失业又创业。对。然后在35岁吧，重新找到了方向。可能是在重新找到方向之后，他觉得需要面临更多的考验，就是可能是接下来的，但是可能不是他现在的这个阶段。然后到40到50就开始用心生活，然后慢慢老去，享受晚年。他觉得，等一下，你是在这个人在50岁的时候就觉得慢慢老去了是吗？对，首先排除何老师。叫我猜了，他就差写身份证号码了。对，跌宕起伏。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人生是跌宕起伏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我不知道猜的对不对，但是我就心里想不出其他人，大哥。这肯定对呀。对。理想画面，我觉得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发生过很多。对，但是我更想要得到的是我没有经历的未来，理想的那个理想的生活。对，明白。也挺好。你想得到是什么呢？如果不给你任何设定，你就想。如果不给我任何设定，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正常的工作。明白。那你会想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吗？我有休息啊，只不过有时候，当你以前你错过了很多机会，你失去了很多机会的时候，你现在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懂。对，是，我懂，我懂。大家现在应该都还在这个阶段。现在都还是这个。对。来，彭彭的是哪个？我已经写错了，写错了。你写大哥是吗？我写的是丁程鑫。啊，你写小丁儿是吗？啊，是的。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老师，这是霍老师。年纪最大的你猜的跟年纪最小的。我之所以判断成小丁呢，是因为我认为就是最开始出生是在一个比较幸福的环境当中吧。稳稳的幸福。然后到了10岁多一点点的时候开始焦虑，我觉得应该还是因为像上学或者是说在学校的一些事情。不是，不是，这是差不多12岁的时候。要参加那个诗朗诵比赛吗？初中初2的何炅，我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中华崛起的希望。不是，12岁才初1。因为长得帅，很多女生喜欢。相反，表白失败了，也很多人喜欢我，但我非常焦虑，是因为我不长个儿。我从初1到初3，1.3米还是1米几，就是一直不长。然后我初1进到班里的时候，老师进来了，就是说这谁的弟弟离开，我们现在开始开班会了。我说老师，我是这班的。他说不可能，因为我特别不像是初中生，那会儿还像是小学3、4年级，所以小的时候开始有焦虑，就是因为真是不长个儿啊。对。然后我看到大概是15岁左右的时候，应该就是中考，就是成了大学生，就去到北京，是我的一些成长。对，一路成长。94年20岁左右开始有成长有机会，然后到98年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对，就开始可以慢慢的成为专业的主持人。对。然后30岁的时候成为歌手，成为演员。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已经30岁了，《栀子花开》是我3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生更加丰富了。然后40多岁的时候会要做一些被动的事情，然后也慢慢的开始感觉到，做的事情在重复嘛，所以呢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平稳。
然后到快50岁的时候，要学习面对失去。对，然后接下来现在这个年龄，51、2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很从容的时候，也很开心。我希望到60多岁的时候，可以慢慢的开始改变。 60多岁的时候改变，对，开始改变，然后到70岁的时候，我希望还继续拥有学习的能力，这样我才会有这种稳定。对。哦。然后我的人生画面，我画在了61、2岁的时候。就是除了你们，还有很多我喜欢的朋友，我们住在一个楼里，然后我们一起玩耍，然后到了饭点，比如说今天有人到了谁做饭，这个人就在楼上一喊回来吃饭了。就是我觉得，如果到60多岁，我能够像那个雪琴初中的时候的，就是这些朋友们都在附近，都在身边，然后大家可以天天见，天天聚，轮流去谁家里吃饭，对，然后彼此照顾，对，那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会觉得那是我理想的，我想要的人生画面。这是我的，不好意思，猜错了，不，猜错了。OK， 好，接下来让二鹏自己来介绍你的人生曲线吧。好。哇，这个都没写什么东西。要解释一下哈，先是出生吧，0轴出生，就是没有那个时候可能对幸福没有什么特别，一个大的一个定义吧。在初中以前呢，也是对幸福的这个概念呢，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模糊的那种，对。然后在上学的期间呢，慢慢的往回升，因为找到了自己一些方向吧，就是要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规划。后来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吧，然后也算是幸福感也是在慢慢往上升。27、8岁，就是我现在的时候，我自认为就是幸福感没有像以前就是自己在外边上班的时候那么充足，那种幸福感，没有像以前自己在外边就是打工的时候那种感觉。但是具体缺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感觉过得挺自由自在的。然后呢，我觉得幸福感也是挺不焦虑，对不对？就是对，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拥有，所以说也不怕失去什么。大不了那个时候我的观念就是，这个干嘛我就换一个那个干，总会有适合自己的东西。就是我现在处于的这段时期，幸福感其实没有像之前那么多的。那为什么后来会往下掉呢？因为在我做的计划里面，我觉得在33或者35，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会做出一些很大、巨大且让我觉得能够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动作。我相信我这一次在我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这一次变化，一定会让我之后的幸福指数往上蹭的往上涨。对。可是你为什么会预想30岁之后会往下走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变化你觉得会带来阵痛？是的，会让我沉一下，就是会让我的幸福感往下掉一下。你要跳高的时候，你必须先深蹲一下。是的，你连预判都做好了。对，就是何老师说的，会出现一些阵痛。对，会费劲儿一下，且会痛一下。你现在有方向吗？还是你只是有这种意识，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明确想好你要做什么改变？我已经大概方向是有的，然后具体动作呢，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就是牵绊或者是说需要担负的，还有就是说挂在我身上的东西会特别多，我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明白，水到渠成呗。对，之后再做决定，之后再那个，对，顺其自然。
对，大概就是这样。 OK， 第一个会对吗？我这肯定没问题，我这个啊，啊，这个人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曲线图啊？我的妈耶！我天哪！首先哈，10岁之前记不清，但非常快乐哈。一上学，空一下，直吊住谷顶，但是也没有跌破值，还行，还是幸福的。然后呢，他就上学，上着，到了18、19岁，突然想到自己应该干什么了，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但是可能没有那么顺畅哈，弯弯绕绕，一直到30岁这个节点，工作进入正题，前面还都在预热。然后到了40就成家有儿有女，这个就是他在未来的规划，因为现在没有谁还成家有儿有女啊，一切可持续发展，想吃就吃，这后面。哇，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了，往地下绕了。但是他就说别管这2个字儿，我都感觉到有口音。你别管就别管啊！高瀚宇，这是你的。后面就别管呀。他在那儿的时候已经开始拿起这个话筒了。他到60就疯了。他的五角星时刻是哪？没有五角星时刻，我画了圆圈，全是圆圈。哪里啊？没关系，你刚刚听懂什么叫理想的人生画面了吗？有儿有女吗？有儿有女哦，他觉得那个这儿有儿有女。哇，你刚才站起来，然后提到说你没有写人生画面，然后你不知所措的在那儿搓手的时候，那个动作我可以原谅你今天晚上的一切。真的，我还干啥了？心疼了，真的。那一瞬间你干什么你这再喊我都能原谅你。我原谅不了，不许再喊。不喊了。好吧，来下面，哇，我这个太熟悉了啊。他从出生开始，慢慢越来越幸福，可能是越来越懂事了，了解到越来越多，觉得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家庭里面。然后到12岁的时候，他就有了自己的房间和电脑。高中他就毕业，因为要跟朋友分别，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又考上了本科，就开始读书嘛。然后就慢慢的到了20多岁，打开了新世界，学会上网，打开新世界，他就接触网络这个东西了。就20多岁才接触网络的话，那真的呼之欲出了，这个他太不聪明了。Windows 98。我就只能说，这时候应该是刚刚好的枪族小煞。枪族小煞。枪族小煞。然后开始从事自己最爱的职业，就是那个可能开始录什么短视频啊，可能有这个东西。对。然后一直做这件事儿，可能慢慢的，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厌倦的时候，去寻找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慢慢失去这个点，就是。我知道，我也知道，就是他的小狗。然后在网上有了新的兴趣爱好。桌游啊，各种爬山呀，桌游啊，这个那个的好多。为什么每天都要体检啊？体验。体验。体检，每天都要体检。哎呀妈呀，每天都体检，这得多焦虑呀！你说他得。何老师，一字之差，会不会每天都要体检？迪哥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对。然后他经常看的一本书也是怎么活到100岁，叫超越100岁。可是你的理想人生画面反而也是在失去的时候，但就会记得那一天嘛，太印象深刻。其实记得挺多事情的，反正就是我感觉以前有太多事儿，只是这个图没办法囊括其中。总而言之，就是我就觉得活着就是用来每天都体检用的，不是？每天都要好好的体验，而且尤其是到我现在这个岁数，我突然发现，
以为自己童年已经接触到很多东西，其实完全还没有。世界大的无边无际，有好多东西都可以让你新奇的，所以我根本没有很多时间用在什么内耗、焦虑上面。我就是要去好好享受生活，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你觉得会有难度吗？肯定有难度啊，就时间不够用嘛，一定是时间不够用的，别的都还好。现在的阻碍在哪里？你为什么要到50岁、60岁以后才做这件事情啊？现在也在做，其实现在，但是现在工作嘛，也得工作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新奇的体验，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对，因为我也好奇迪哥就什么时候会做出，比如说不干了这个那个，不是不干了，就是自己主动做出改变，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就想看看你有没有。有的时候想，但是想50，还变啥呀？就是何老师。因为我当时在主持大本营的时候，因为我是98年，我是24岁，本命年的时候，那真的是人生当中的天大的机会来了。然后呢，我当时24岁的时候，我觉得我30岁一定会去播新闻。为啥？我自己觉得30岁我不可能在台上蹦蹦跳跳，在做那个大本营了，在做棚内综艺了。哦，我觉得我30岁一定会去做那个新闻主持人。后来30岁来的时候，飞快的来了，自己没有任何体感，没有任何变化。我想说，那可能变化会在40岁，我会做出变化，也没有变化。然后45岁开始，你发现会老花的时候。那个是我唯一感觉到，我会感觉到年龄，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你好像自己的就是变化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我原本也这样想过，就是我到了比如说多少岁，我就开始要半退不退或者渐渐减产，而且我每年许的心愿也都是明年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然后陪家人什么这样，慢慢的就是年纪就到了这个时候。所以你刚刚说50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感触，因为目前我们的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我们大概率不会改变。我觉得改变会是顺其自然的。所以鹏鹏很勇敢，很了不起。他就觉得他到了34、35岁的时候，他一定会做一个巨大的改变。只有主动改变，而且他甚至都没有想太明白，但是他给自己一个。那有没有可能，其实你没有那么强的要改变的动力？对，可是我觉得迪哥比我强，迪哥有他想要的，我能想象的生活方式，就是我已经被现在这样。对，我思维已经固化了，而且我很享受。那就行，对，就没有必要追求改变。所以我的曲线里面我也非常快乐嘛，对，那我们先干一杯好不好？来，觉得好棒。我想让大家的人生画面都是幸福感爆棚的画面。对，谢谢您的祝福。多多体验，多多享受生活，朋友们，来，开心，人生无限美好 ，Cheers。多多体检，多多体检。